常在夜场走，哪有不湿鞋的？所有在夜场里面一个不留神，动了真心了，兄弟，听我说啊，停止你现在所有的盲目语言和行动，按照我说的来执行。我不劝你放下，我也不审判你，我只带你拿到你目前最想要的结果。今天我要给你们讲这个 case， 可以说是我这半年以来真的是做的最胆战心惊的一次服务。当事人这个兄弟呢，也是几次都觉得说，要不终止合同吧，因为他想要放弃，甚至搞得我为了他真的是熬了好多个夜，好在最后历时2个半月吧，还是成功了。咱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好不好？这个兄弟呢，我们可以直接叫他 Leon 啊，他我们就说的不好听一点吧，他在澳门做了一些这个就是我说不出来的这些产业啊。那平时呢，他其实是住在广州的一个大平层里面，有一些澳门的客户呢没有去澳门，就会去广州去找他玩。所以这个兄弟一年365天，我可以说他至少有200天都是在夜场的啊。那自然呢，我们的女主角啊也是在夜场认识的。那夜场的 case， 兄弟们你们应该知道啊，我已经讲过很多了，对不对？为什么唯独这一个它就那么困难？因为这个女生是某曲的铁杆粉丝，就她的段位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深度学习过的那种科班出身的。一开始呢，其实我对这个女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误判，所以后续可以说是处处都是被压制的一个状态啊，非常难攻略。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给你们讲一下。就这个女生她一开始是跟这个兄弟一起玩过2、3次吧。兄弟呢就觉得这个女生她的脸是属于顶美级别，就是脸和身材都非常 OK， 但是她的性格特别不一样，就是非常对这个兄弟的胃口。大家知道就是好看脸无数张，对不对？但是性格对胃口那就很难了。所以后来呢，有一个这个大客户过来的时候，就是在玩嘛兄弟呢把这个女生介绍给了这个大客户说包他玩得开心那这个女生呢，她一开始是有点不太乐意的，但是她能怎么办呢？不还是就听指挥，对吧？硬上。说到这里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去韩国找我一个朋友玩他当时就带我去了韩国财阀的一个那种娱乐局。你们知道韩国财阀现在都玩的是什么吗？人家从来都不去玩夜场了，因为觉得没有意思。他们觉得拿钱置换的那种 X 资源是已经无法调动他们的那种性质了。现在人家都是通过下面的人去组那种就是明星局顶美局这种，然后呢自己再伪装成普通人去接触那些美女，他们就非常享受那种就是以下克上的征服感。你可能会问那你一个普通人对吧，明星级别的顶美会搭理你吗？有说法的人家虽然外表装作普通人，但是人家的气场、心态还有他的这种对吧就是气质依旧是财阀级别的吧。所以很多人都是能够以这种普通的外表去破裂成功的，而这种成就感呢，我说实话它是无可比拟的比你在夜场就是一个晚上挥霍几十个 W 那种纸醉金迷的感觉，我可以说是真的是无法去比拟的，可以说比你那种快乐10000倍。那这些跟我们今天这些故事有什么关系呢？因为 Leon 这个兄弟呢，他现在这个心态其实有点像上面的那种人，就是他也觉得国内的这种单纯的利益交换型的真的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很多高段位的兄弟呢，我估计你们也应该懂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是你用 money 去吸引一个女人，跟你用个人魅力去吸引一个女人，真的这两种感受就是差距是天差地别的。所以回到我们的故事线就 Leon 把这个女生推给客户了之后呢，他心里又不乐意了。他原本是对这个女生是有一点好感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女生呢，却为了饭碗，即使再不乐意，她也要奔向另外一个人的怀抱。他就突然觉得这事儿有点恶心。当然不是说这个女生而是他觉得他自己有点过分了。所以他就想着说什么，能不能通过提升自己的吸引力和主导力，让这个女生真心的喜欢上他想要跟他去1v1单独的好好的在一起。所以找到了我。没想到吧，交个平时接的这种高难度的案子，说实话真的还蛮多的然后呢，我当时就说，我说那把你们的以前的聊天记录一定要发给我1份，因为我要分析这个女生的段位，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兄弟内核上问题挺大其实问题是出在这里了的兄弟他当时给我发的那个聊天呢，就比较早的，就只有他们刚认识的那个时候他是没有把聊天发全的。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说，这女孩可能单纯的只是性格比较好应该是没有太多心眼子的这种，或者说没有太多的目的性，就导致我误判了，因为他聊天记录没有发全。那我后面呢，就给这个兄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课程我说实话是面对那种就是不是太过于专业的选手的那种
啊，就是偏向于年轻女孩的吧，因为本来这个女孩也年龄很小。后来我带着这兄弟去跟这个女生聊天的时候，就是完全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女生去聊的，结果这个女生呢，她表现出来的那一套，我就发现完了，我误判了啊，完全误判了啊！那女生当时还回了一句什么？麻烦你不要再让人帮你聊天了好吗？厉害吧？那女生紧接着后面还有，你就不是能说得出这些话的人。那兄弟看了之后，当时肯定是不乐意的呀。他对我这个服务其实当时已经非常不满意了，因为怎么会就是聊着聊着让对方都看出来了，对不对？甚至觉得，哎，我都做了这么久的提升了，居然就被看出来了啊，就会觉得自己很丢人在这个女生面前。然后呢，咱们一复盘，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个兄弟给我漏发了非常大一段他们之后的聊天记录，导致了我产生了误判。于是呢，我又通过这个遗漏的这部分聊天记录开始去逐步分析了，我才意识到这个女生的段位啊，那是非常之高，而且很明显就很有曲曲的那一套的那个影子啊，就他说的那些话完全就是那种意识形态的，能懂吗？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弄呢？没办法，该服务还是得服务。于是我就给这个兄弟只能干嘛？免费做了一个升级啊，升级了一下课程和陪跑啊，但是呢，这些也是需要时间，对不对？那女生她肯定是不会等待这个兄弟去慢慢提升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先还是要硬着头皮去兑现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是怎么应对的，好不好？我们当时就发啊，原来你看得出来啊，你是当时直接回了一个问号，然后说很明显的好吗？又是你哪个好兄弟还是你的客户啊？啊，女生这里其实有一点阴阳怪气啊，说明她心里面其实依然是比较介意这个兄弟，就是擅自把他推荐给别人的，对吧？啊，也说明他对这个兄弟其实有一些基础好感度在的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客户呢本来就是那种偏油腻型的啊，他属实是有点遭不住。然后我们回，我的意思是你看出来之前我的伪装了啊。女生就问啥意思啊？之前我觉得你是一个女孩子挺不容易的，说话啥的都比较客气，因为看到你就想起来我刚出身社会的那几年，要是当时我也遇到一个年上的引路人能指点我一二，我也不至于踩那么多坑啊。女生直接回复说，哦，那我还应该谢谢你了啊。总之以后呢，你不要让我上你的房了，我们这美女多的是呢啊。我们也直接回复说，那不行，我就中意你这暴脾气。那兄弟其实当时蛮不理解我的，就说焦哥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啊，直接投诉他，让他丢饭碗不就得了吗？让他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我当时啊就跟兄弟说，我说兄弟啊，你到底是想要用 money 去威胁别人呢，让他成为一个没有灵性只会听话的傀儡呢，还是想要他发自内心的喜欢你追随你呢？兄弟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你想收获一个女人的心，一定不可以是低位的仰视，但是也绝对不可以是高位的俯视。不管你的价值有多高，你能在一场点多少个跟她一样美，甚至是比她还要美的妹子，你们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角，他当然知道你的价值是碾压他的，那你能要他怎么样呢？给你跪下来，还是像个丫鬟一样对你唯命是从呢？但他是他世界里的主角啊，面对你这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他也是要活的，不是吗？他也想要平等的恋爱的，这是每个人所追随的东西。那他也想要自己过得轻松自由的吧，所以他最后的选择一定不是臣服你，而是逃离你。那女生这里直接就回复了呀，没看出来你中意我呀，你中意我还把我推给别人，那看得出来女生这个态度的微妙变化啊。所以说男人嘛，你不要老是高高在上，你是爽了别人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又要趾高气扬的对别人，然后又要别人忠心耿耿的就是去追随你，不现实的。只要能够拿到你想要的结果，嘴上服几句软而已，让女生能够感受到你是尊重她的，那事儿不就办成了吗？啊，我们当时怎么回的？你以为我舍得啊？主要是这个客户啊，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我实在想不到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拿得出手了吗？你以为我就好过了吗？我在旁边心里面可是在滴血的哦。啊，女生当时也就回复说，那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呢？我们当时直接回复说，不应该是你补偿我吗？让我跟个牛头人似的，下周我去澳门，你陪我。那很多兄弟啊，就是一跟女生吵完架，然后女生给你来一句说，那你补偿我吧，你补偿我就好了啊，对吧？你们是不是听完这种话会长舒一口气，觉得这事儿好像终于是能够过去了啊？不就花点米嘛，对不对啊？只要不再消耗精力，哎，就够了。我告诉你们，这完全是助纣为虐，不是说这个钱不该花啊，而是你们跟夜场女生相处，
你从客户到男友身份转变的这个核心标志就是什么？你能否尽量不花或者少花米来解决问题？很多夜场女生其实是非常大方的，只要她真的喜欢你，她根本就不在乎你给她花了多少米啊，因为赚米这个事情他们自己是 OK 的啊。在我这里有很多毕业的这个兄弟，他们如果说谈到夜场的女孩子或者特殊职业的女孩子，我可以告诉你们，真的到最后都是女生也很愿意很舍得给他们花的，甚至花的更多，你敢信？女生当时就回复了，那有赔完费吗老板？刚好我想去那边买个包啊。来了啊，兄弟们，夜场女生最擅长就是先掏米再说别的，对不对啊？那很多兄弟其实他真的在这个时候就会大手一挥买呗，反正你都要陪我去澳门了，我付出点不就是应该的吗？啊，你需要金钱，而我需要情绪价值和陪伴，合理的。那他呢，其实也觉得这种小事是没有必要去拒绝女生的，而我呢，一直在电话里面阻止他，甚至我都快要阻止的都要跟他吵起来了。因为我的想法是什么？花点钱没问题，有的女生的脸和身材在哪里，她就是可以拿来变现的。如果说她不拿来变现，很多男人这辈子甚至都不会有接触她的机会。但是为什么这里不能直接答应这个女生？因为兄弟的核心目的是要吸引到这个女生，和这个女生在一起，而这笔钱一旦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花了，他们之间就变成交易了。你们能懂这个关系吗？所以很多时候你们花的每一笔钱有可能是错误的啊，当然不是每一笔都错误啊，就有可能中间的那么几笔是错误的啊。结果这个兄弟就因此当时真的就跟我争执起来了啊，他上头了呀啊，他就说，哎呀，要不接下来啊，他去澳门的这段时间就暂时不用我陪跑他了，他要自己来。电话给我挂，脑子一热，直接跟这个女生说，所以你们做夜场的，什么都是可以用金钱换的吗？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女生当时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生气，很平淡的直接回他说，夜场只是我谋生的手段罢了。我承认我很希望你为我花钱，因为比钱更重要的只是你对我的在乎。我不在乎你有多少钱，我只在乎你是否对我重视和用心。如果感情只是空洞的言语，那和画大饼有什么区别呢？我不物质，但是我不接受敷衍；我善良，但是我不接受欺骗。啊，谁都知道没有经济上的这个付出啊，就称不上什么真正的真爱。哎，这味儿你们闻着浓不浓啊？我前面不是说过吗？女生可以算是一些专业型的选手了，甚至极有可能，哎，就是那个某头部某曲的学员，对不对啊？这下这个兄弟当时直接就傻眼了呀，抠脑袋抠了半个小时，不知道怎么回，老老实实的呢，又把电话给我拨打回来了。说实话，我当时真的蛮心累的啊，就是刚刚才好起来一点点，然后完了他又搞了一堆烂摊子回来。所以我当时就跟这个兄弟说，我说下次如果再这样单方面的就是不听招呼的话，咱们直接终止合同就可以了啊！我真的爱莫能助了，我可以给你擦1-2次屁股，你不能次次去搞我心态啊，兄弟啊！那这里呢，我们当时看一下我当时怎么带他回的啊，就是麻烦你不要再让人帮你聊天了好吗？你就不是能说得出这些话的人啊！以彼之矛还彼之盾，直接给这个女生打懵了。这女生当时直接只回了一个问号。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复说，没事儿，其实换谁陪我去澳门，我都是会买很多礼物的，这很正常。但是我想找一个不会在网上抄这些话来膈应我的人啊。对了，西西最近空的吧？啊，这西西是谁呢？啊，其实就是这个女生比较熟悉的一个同事。那你们说女生现在当时是什么心情呢？她后不后悔呢？本来他们俩以前也多多少少有点情愫，我也能感知到的啊，就是我看过他们聊天记录嘛。不过后悔归后悔啊，这个女生当下可以说很厉害，可以说做的是滴水不漏。她当时就回了一个字儿，然后紧接着又回了一句，我帮你问问，然后打了个问号。兄弟们，你们要注意啊，她说的是我帮你问问啊，而不是我帮你问问，就是这一个问号的差距，但是完全代表着女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带问号的呢是威胁，是试探，是示弱，是赌你不敢；不带问号的就是放弃了啊，认输投降啊。我们当时直接怎么回？没事，我自己问吧，这样比较有诚意一点。那女生呢，她当时直接是没有回复的啊。李昂这一次呢，虽然有一点点的不满，但是有了前车之鉴之后呢，她还是选择了相信我，就忍着她的那个臭脾气。不过还好，第二天这个女生的消息终于主动是发过来了，就说
我帮你问了，别人没有空的，什么意思呢？不用我解释吧，这个女生在毛遂自荐了呀，大家都是懂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其实也不要去穷追猛打啊，更不要去兴师问罪啊。我说了嘛，男人要大度一点，你拿到你想要的结果了啊就够了，过程是不重要的啊。当然了，整个后续的这个推进呢，其实真的是花了不少功夫。不过好在澳门之旅之后呢，这两个人终于是确定到了兄弟想要的那种关系啊。女生呢在后续就是我看2个多月之后，这女生确实就没有再去做相关类似的这种工作了，而是陪在这个兄弟身边，帮他打理内地的一些事务。所以说面对夜场的女生呢，千万不要试图用物质去碾压啊，也不要用地位去压迫，那样你也许可以得到一个顶美的陪伴，但是永远得不到一个真心追随你的女人。如果说你想提升自己啊，欢迎给我分享你的故事，有缘呢我们自会相见的。我是焦哥，下期再见。